那么从发展这个角度讲呢，FT31即使是没有测弹舱，它也不会形成一个很大的短板，因为导弹技术的发展完全可以弥补这个不足。那么这也有助于呢简化飞机的结构设计，从而呢进一步的提升它的作战效能。在2021年的迪拜航展上，苏75的原型机再次亮相。那么这次亮相，观众和媒体呢进一步对它的细节有了相应的感受和观察。那么这届航展上，苏75最引人注目的地方是它测弹舱的设计。作为一款中型的隐身战斗机，设置测弹舱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可能没有地方安装。那么苏75既然有测弹舱，它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呢？通过照片我们可以看出来，它的这个测弹舱是倾斜安装的，就是向上呢有一定的角度，无论是弹舱还是导弹都是倾斜的。那么倾斜安装的测弹舱确实呢解决了一个中型隐身战机能否设置测弹舱的这么一个方案。显然苏75做到了，只不过在发射这种空空导弹的过程中，恐怕会出现一些问题。一个，打开测弹舱以后，飞行阻力会大，而且呢，它不可能把近距格斗弹放出来以后再关上弹舱，在这个过程中，隐身性能也会受到影响。那么，中国的 FC31最近呢，已经进行试飞，要比苏75更前进了一步。苏75目前还是个全尺寸的模型，什么时候上天不知道。但是从 FC31试飞的情况看，我们似乎没有发现该型隐身战机配置了测弹舱。那么这个是否是 FC31的一个缺陷或者是不足呢？这个呢要看导弹和火控技术的发展才能确定。比如现在的 F-22、歼20都是带有测弹舱的。那么这个测弹舱里面装的什么导弹呢？是红外格斗导弹，它的导引头必须捕捉到目标才能构成发射条件。因此，美国的 F-22是需要打开弹舱门，把导弹倾斜出来，弹头对着外边捕捉空中目标。一旦抓到了目标以后，构成发射条件，它才能够发射出去。在这个过程中，弹舱盖一直是打开的，这对飞行和隐身都是不利的。那么歼20更进了一步，把导弹放出来之后，弹舱门是可以盖上的，无论是阻力也好，雷达反射截面也好，都相对来讲比较小，但是它们构成的发射条件是一样的，就是要把导弹放出来，用它的红外导引头捕捉到空中目标，才能够实现后续的发射。那么，如果 FC31没有测弹舱，只有辅助弹舱，那么也采用这样的一个发射方式，让红外格斗导弹把弹头伸出来。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它会受到很多的影响，比如说受到机体的遮蔽，那么很多角度的目标呢，它可能是看不见的。那么如何来发射红外格斗导弹，这恐怕就会成为一个问题。那么现在苏75有了测弹舱， F-35它是夜部弹舱，也是能够打开舱盖，把红外格斗导弹的导引头伸到舱外的。唯独呢 FC31现在好像没有，那是不是就意味着今后的 FC31在近距格斗方面受到了限制呢？不见得，因为现在的一些近距格斗导弹正在不断的改型升级，已经可以做到发射后再捕捉目标，然后根据导引头的导引，是吧，向目标飞去。那么这样的一个技术，应该说在短期内已经都可以解决了，无论是美国、俄罗斯还是中国，都在开发
这样先进的空空导弹，因为目前的无论是中距离空空弹还是近距离格斗导弹，都具有了数据链的这个设施和功能，因此导弹发射出去后，根据相应的引导信息，它就可以对着目标的方向飞去，然后自动的靠弹上的导引头来捕捉目标，甚至呢，有些近距格斗导弹都可以实现越肩发射。那么越肩发射的时候，导弹的导引头是冲前的，它不可能看到后方的目标。那么发射出去以后，你越肩向后走，这个时候完全要靠红外导引头自己捕捉尾追旗战斗机的后方敌机。那么这样的情况下，你是怎么解决自动捕捉目标的呢？应该说，这样的技术如果能够实现，那么放在腹部弹舱内的红外格斗导弹发射出去之后，也可以采取这样的方式进行相应的引导。何况今后的一些中距空空导弹，它很可能会采用2种不同类型的导引头，也就是主动雷达导引头和红外格斗导引头，既能够拦射几十公里甚至上百公里外的敌方空中目标，也能够和敌方的战斗机进行近距格斗。随着无人机技术的发展，下一代的隐身战机往往呢，它会作为母机来使用，来引导几架中程僚机携带着各种不同的精确制导弹药来执行各种各样的对空、对陆、对海的打击使命。那么有一些中程僚机就可以用它的弹舱来携带红外制导的格斗导弹，这样的话呢，母机也就是这些有人驾驶的隐身战机呢，就不需要额外的携带这些红外格斗弹了。当然，除了这样的方式以外，今后的空中作战还会有一些其他的平台来辅助他们进行相应的远距、中距和近距空战，从而让他们在未来的信息化战场上能够更加灵活机动地使用它挂载或者是其他平台上挂载的各种各样的空战武器来进行相应的空战和对地打击。那么从发展这个角度讲呢，FT-31即使是没有测弹章，它也不会形成一个很大的短板，因为导弹技术的发展完全可以弥补这个不足。那么这也有助于呢简化飞机的结构设计，从而呢进一步的提升它的作战效能。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